前两天咱们在讲1、2届飞机在非洲也能卖得好时说过，任何飞机用好了都能够赚钱。有飞友问，那现在最赚钱的飞机是哪一型呢？这个问题有点意思，咱们今天来简单聊一聊。直接说答案，当前最赚钱的飞机是空客的 A321neo， 它容量大，油耗低，航程远，质量好，价格也合理。基于以上5种原因，空客 A321neo 的销量扶摇直上，它目前已经交付了约1300架，超过了波音737 MAX 8，成为全球各家航空公司的新宠。最新型的 A321neo 通过优化空间，现在可以载客240人，比一些航空公司的波音787-8宽体客机还要多。就像演唱会要找大的体育场一样，在容量增加以后，如果机票销售情况良好，航空公司就有能力把票价降下来，不仅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抢得先机，也可以让利给消费者。A321neo 更换了新型的发动机，比旧款的 A321ceo 要节油 15%。 网络数据说 A321neo 平均每小时耗油约 2.45 吨，这比容量更小一些的波音737-800和 A320ceo 还要低，所以这是它大受欢迎的最大原因。与空客公司自家的 A320neo 相比，因为 A321neo 的容量更大，所以单座油耗更低，盈利效果因此也更好一些。实际上飞机一直是越细越省油，因为越细的话风阻越小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 A319 和波音737-700越来越不受欢迎， A319neo 现在甚至除了中国之外还没有人购买。 A321neo 的航程也很远，达到了7400公里，可以轻松的跨越大西洋。实际上已经有许多公司把它投入到跨大西洋航线上，比如说葡萄牙航空等。由于与宽体机相比优势太明显，葡萄牙航空最近赚了不少钱。而航程更长的 A321XLR 能够飞8700公里，届时跨越太平洋也不是问题。早些年许多航空公司为了跨洋都不得不选购昂贵的宽体机，但最便宜的宽体机也得2亿多美元，远不如1亿美元的 A321neo 划算。1亿美元还只是目录价格，如果买得多的话应该可以打到6折。因此从经济成本考虑， A321neo 在低密度航线上飞远程很划算。 A321neo 既可以用来飞远途，也可以用来飞短途。任何一款飞机极限使用时成本其实都很高，所以多数的航空公司用它直飞2到4个小时的航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无论廉价航司给它摆满240个座位，或者全幅航司摆207个座位，赚钱效果都非常的好。与 A321neo 竞争最激烈的是波音公司的737 MAX 8。波音737 MAX 8也使用了新型发动机，客舱比 A321neo 还要安静一些，但在油耗基本相同的情况下， A321neo 比它多拉30位乘客，所以能够压它一头，获得最赚钱飞机的称号。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型号一无是处， A321neo 虽然最赚钱，但是也要看客流情况。如果客流经常填不满它的客舱，那么还是稍微小一些的 A320neo 更合适。如果客流再下去， A220、1、2届甚至是 AT2 也都是很好的。最后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质量，也就是不要经常出毛病，那样的话就算是单座油耗再低也没有办法赚钱。空客、波音、1、2届和 AT2 等飞机行销全球，最重要的就是质量很好，可以24小时连轴转，每天都能飞6-7个起落以上，出勤率高，每天都可以有10几个小时在天上。所以又回到咱们开头说的，其实任何一款飞机用好了都能够赚钱，只不过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， A321neo 可以综合的把客流适应性、油耗、航程、商载和质量的平衡做到极致，因此它的订单现在也越来越多，交付量有望在10年内超过 A320neo， 达到全球第一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